最後一个是咱們的一個高壓配電盒。高壓配電盒呢是什麼情況呢？高壓配電盒，同學們，也就是高壓配電盒就是高壓保險絲盒，是不是？咱們保險絲盒大家都知道，保險絲盒裡面有繼電器，有保險絲，是不是？我是什麼呢？我這個正極呢到達這個保險盒，把正極分支了很多路12伏，我這12伏電進去，分支了很多路12伏，對不對？繼電器。那高壓保險盒也是一樣的，這些每一個部件到時候都會單獨的講，大家不用擔心。你今天先把高壓部件認識它起什麼作用，先了解了。高壓電進來之後呢，它就開始一正一負分支給壓縮機，一正一負分支給暖風，一正一負分支給車載充電機，懂了嗎？所以說這個部件呢叫做高壓配電盒，也是最簡單的。高壓配電盒也稱之為高壓保險絲盒，主要是把高壓電給你分支出去，知道沒有？主要是把高壓電給你分支出去，叫高壓配電盒。所以說咱們整個高壓部件有幾個高壓部件？第一，電機控制器；二，高壓配電盒；第三，車載充電機；第四， DC-DC； 第五，壓縮機；六，暖風 PTC， 這些都是有高壓電的，包括還咱們的電機，是不是？咱們的電機有高壓電，是不是 ？UVW 電機、驅動電機，是不是？無非就這些東西。上面能不能認識暖風在哪裡？壓縮機在哪裡 ？DDC 怎麼去找？車載充電機怎麼去找？高壓配電盒怎麼去找？電機控制器怎麼去找？如果給你一個陌生的車，讓你去找一下，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？有沒有問題？問題大不大？有人說認識這些東西有什麼用呢？你認識這些東西，最起碼車輛報故障代碼，你最起碼認識它也能更換它呀。你連認不認識怎麼更換呢？起什麼作用都不知道。拔掉母線會有電弧嗎？不會，因為你電瓶負極斷掉了，鑰匙關掉，電瓶負極斷掉了，高壓電已經出不來了。你拔掉高壓插頭的時候，它沒有電弧，是沒有微開關可以拆12伏電瓶嗎？沒有開關，你無論有還是沒有，都得拆12伏電瓶啊。鑰匙關掉，下電的話就是鑰匙關掉，電瓶負極拆掉。車輛有無級開關，拔掉無級開關，沒有無級開關，你就拔掉電池包的直流母線插頭。老師有沒有什麼車丟不了數據，知道嗎？丟不了數據。普通的萬用表可以驗電嗎？萬用表一定要買好一點的萬用表，聽到沒有？修新能源混動萬用表要買好一點的啊，100多的、200多的就夠了，不要把那10來塊錢的。你這萬用表能不能？你要量高壓電，你這萬用表都不耐高壓，你就很麻煩。萬用表的話，你就記住這塊有個標誌。萬用表的話，記住這萬用表一定要記住，要買好一點的萬用表，看到不？要買好一點的。你看到沒有？這個萬用表的耐壓是1000伏，你看到沒有？1000伏